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发马。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发马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发马公司初期是卫生部旗下的政府医疗商店，从1964年到1994年，卫生部通过这一家政府医疗商店购买了药品。然后将该药品分发给所有医院和诊所。1994年5月，卫生部将政府医疗商店私有化，并将15年的特许权授予了 Southern Trust Malaysia Sdn Bhd， 以制造和向政府医院分发药物。Southern Trust 当时是一家由 UEM 集团全资拥有的公司，而当时的 UEM 集团则由巫统掌控。过后 ，Southern Trust 改名为 Remedy Pharmaceutical Sdn Bhd，并在1994年12月以2000万令吉的实收资本开始营运。1995年 ，Remedy Pharmaceutical Sdn Bhd 成为 Pharmaniaga Berhad 的子公司。1999年 ，Pharmaniaga Berhad 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第2版上市，并在2003年转至主板，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在主板上市的医疗保健公司，代码为7081 Pharma。2010年6月。莫实德控股 Bosted 以5亿3400万令吉向 UEM 集团收购了发马 86.81% 的股权，另外再以8114万令吉全面收购尚未持有的 13.198% 股权。2011年，由于发马不符合上市公司的最低 25% 公众持股比例，被勒令在6月10日开始暂停交易。2012年6月15日，发马复牌，却在首2个交易日都涨超过 30% 而涨停板，2日共大涨了 69%， 币市价高达8令吉47仙。截至2019年年尾，发马的股价已经从昔日的昂贵价格跌至现在的2令吉左右。发马目前拥有3大主要业务，那就是物流与配送、药物制造以及社区药房。物流与配送是一项由供应链管理、订单管理和仓储组成的服务。公司通过管理服务，向卫生部医院和私人医院提供药物的供应及分配。仓储方面，公司在马来西亚拥有8间主要的仓储，位于雪兰莪、槟城、霹雳、吉打、沙巴和沙捞越，以确保能够按时向客户提供药物。另外，公司在印尼也是拥有4间仓储，分别位于雅加达、万隆、南榜和泗水，为整个印尼共和国的29个分支机构提供货源。发马的药物制造部门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口服固定剂、液体、乳剂和小剂量注射剂。除此之外，公司也生产普通药品，包括青霉素、头孢菌素和非处药方产品。另外，公司也通过对生物胶原蛋白的研究，生产出用于伤口护理管理的基于胶原蛋白的医疗设备。公司用于生产药物的生产设施是根据国际制药工程准则设计和建造的，并符合国际药品检查合作计划对药品良好生产规范的要求。发马公司的社区药房名为 Royal Pharma， 在马来西亚一共有5间连锁店，分别位于吉隆坡、雪兰莪、霹雳和吉打。Royal Pharma 药房提供健康与保健品、婴儿护理产品、个人护理产品和美容产品等等。除了产品以外， Royal Pharma 还在所有商店提供健康检查，包括血糖、血压、心率、胆固醇、动脉硬化、尿酸和体重指数测试等等。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发马公司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发马公司在2019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5亿8766万令吉增加了 22% 至7亿1685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1505万令吉减少了 97% 至48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特许经营业务与非特许经营业务强劲的需求走强所致，而净盈利的下滑是由于公司这一季度的营运开销增加导致。
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 1.9% 至19亿4446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公司这季度是出了不少货，因为库存量减少了，只不过应收账款增加了，表示公司出的货还没收到钱，这里必须多加注意。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上升了 2.2% 至14亿929万令吉，整体变化不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应付账款减少了，相反的短期借贷反而增加了，应该是借钱来还债吧。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在这一季度的现金流转亏为盈，比去年增加了2亿5740万令吉至1209万6千令吉。Operating Activities 现金流量的改善，主要是由于这季度更高的销售量以及来自印尼业务部门的收款增加所致。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比去年减少了 10.78% 至3898万令吉。主要变动是因为公司这一季度减少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支出。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就比去年减少了 89.8% 至2906万令吉。减少的原因在于公司这一季度在借贷上提取的现金贷款减少了。总结来说，法玛公司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上市综合制药商，加上是马来西亚首个拥有冷冻真空干燥技术的制药商，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较为优势于其他同行。只不过，公司这些年的发展都过于依赖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导致缺乏竞争能力。虽然公司在近期获得卫生部延长25个月的供药和医疗用品的服务合约，以及长达5年的物流和配送服务合约，不过与其乐观看待前景，倒不如积极的提升竞争能力，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